我想请您帮我洗掉一段记忆。洗掉的话，那段记忆可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你还有什么心愿没有完成？我只是想要忘记一个人，一个曾经对我非常重要的人。我们齐聚一堂，共同见证并祝福二位新人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很遗憾，今天新娘的家人未能到场，但我相信他们在远方也能收到同样的祝福。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都没个亲戚到场。哎呀，肯定是那种小门小户，上不了台面罢了。也不知道顾总是怎么想的，居然会娶这样一个低贱的女人。没事的，不用在意。我们继续。遇到蓝城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是他将当年无家可归的我捡回去，也是他第一次让我感受到被用心对待的感觉。礼成，新郎可以亲吻自己的新娘了。现在我终于可以嫁给他了。喂，我是顾兰成。你说什么？小米，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兰成，你终于来了。星儿她突然病重，撑不过多久了。怎么是你们？小米，你个丧门星，当年离家出走，你现在知道回来了？蓝城带我来这儿，难道是知道了我家的事，想让我和父母和解？只可惜，我要早知道是你们，我才不会来呢。我没有你们这样的父母。你这个孽种，怎么跟你爸妈说话呢？凭什么一个白眼狼能说出那样的话？那些年我们对你不算好吗？哪儿好了？你们是指把我辛苦做的设计稿偷出来抢走给妹妹，就为了给她一个出国的机会？还是说妹妹病重，就逼我抽血给她，直到抽干最后一丝血，最后连一粒米也不给我？更甚至你们明知道她放火是为了烧死我，你们还无动于衷？你还好意思提你妹妹？她现在就躺在这儿要死了。走，快想办法给妹妹治病。对，用你的命换星儿的命。走！不可能！你们心里只有乔西，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。你竟然敢这么跟我和你妈说话，你的教养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！伯父，冷静。蓝城，爸妈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蓝城哥哥，小米，我希望你可以给仙儿捐肾。你说什么？哼，蓝城，我记得我没有向你说起过我的家人，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小米，乔欣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们的配型已经成功了，只要你答应，随时可以进行手术。所以你把我从婚礼现场带到这儿，就只是为了给他捐肾？是。那这1年的时间里，你对我所有的关心和爱护，都是为了骗我吗？这些问题，我们可以回家再说。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骗我这颗肾，他从来就没有爱过。顾兰成，你睁开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谁才是你的妻子？你对我说这样的话，你不觉得残忍吗？只要你答应，什么要求我都可以满足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小米，蓝城哥哥，
姐姐她是不是误会我们了呀？她是生气了吗？我好害怕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大哥哥，你坚持住，我马上救你出来。谢谢你。那边有人来了，我是从家里偷偷溜出来的，我得先走了。可是你的伤……你在干什么？顾兰成，你到底为什么跟我结婚？跟我结婚，你就是唯一的顾太太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我只要你一个肾。或者你还有什么要求，都可以提出来。原来一直以来都是我自作多情，我不该信的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只要你说，我都会满足你。是吗？我要你。你知道我的规矩，别越界，我不喜欢。当好顾太太，在整个江城不会再有哪个女人会过得比你好。什么顾太太？有名无实的顾太太吗？你跟我在一起1年多，一直没有碰过我，我以为你是尊重我，没想到你早已心有所属。可你是否还记得，今天是我们新婚的日子？只要你救她，我们的婚约永远生效。顾兰成，你爱过我吗？我们不提感情，好吗？除了我的心，什么都可以给你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同意捐肾。那就签了它。只要给他一个肾，这些年的恩情就能偿还，从此便不会再亏欠他什么。顾太太，这是少爷专门叮嘱给你炖的补品，趁热快尝尝吧。少爷对你可真好，每天都让我们换着花样给你补身体。他是对我这颗肾好吧？啊！太太，您没事吧？这是怎么了？要是少爷知道的话，肯定会埋怨我们的。我怀孕了，不行，我得告诉兰城。怎么不接电话呢？我怀孕了。兰城哥哥，你一直在这里照顾我，姐姐知道了会不会生气呀？手术的事情，他答应了就一定会做到，况且我也会尽全力补偿的。我去给你洗点水果。她竟然怀孕了！我不能让手术的事情有任何差池。沈和兰城
都只能是我的。兰城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？短信和电话也都没回。这是燕小少爷能参加我们这次服装设计的比赛，真让我们这里蓬荜生辉啊！不敢不敢，就是年轻有为。乔小姐，您该去后台领奖了啊。燕家的势力很大，希望不要因此惹上什么麻烦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在我家门口晕倒了，是我把你拖进来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念生，念念不忘，身高不稳，还是不要让他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比较好。这个名字好，我叫燕鸿生。还好他不认识我。好啦，你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姐姐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以后一定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我们有缘会再见的。顾太太，顾先生安排我们来接你去做捐肾手术。我已经给他发过消息了，他明明知道我，怎么还会安排手术？抱歉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希望您不要为难我们。我不信，我不信顾兰成那么狠心。哎，顾太太，放开我！冷静！放开我！顾太太，顾兰成，你冷静点，说清楚！冷静啊！放开！我！住手！兰成，你回来了。顾总，顾太太情绪不稳定，强行给她做手术的话，会给她造成伤害。你答应过我的。不，兰成，我跟你说了的，我这几天我动手。是。顾兰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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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照顾好他，等他清醒过来，再动手术。是，顾总。不光是我，就连你的亲生孩子都比不过乔欣了。小米，我们聊聊。没什么可聊的。我不明白，嫁给我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啊？我从来没有想过，你为了乔欣做的那么狠。我明明跟你说过，你还在介意他，可是最后留在我身边的不是你吗？果然，无论什么时候，顾兰成这个人都凉薄的让人心寒。你可以帮我拿一下
比非似同吗？好。小心烫。你真的希望我吃下去了？你如果不舒服的话就吃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还要去陪仙儿，你好好休息。罢了，彻底打掉这个孩子，这段孽缘也该断了。催眠结束后，我要送你去哪里？这是我老公的电话，麻烦你送还给他。如果他不要我，麻烦你把我扔了吧。你老婆在我手上，寄存3天，速过来取。现在诈骗犯都这么蠢吗？他明明还躺在病房里。信不信由你。小米，你能再傻点吗？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笑，只不过是跟别的男人。是这样吗？小米，你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，谁让你自己跑出来的？你谁啊？你不认识我？你对他做了什么？顾先生，你夫人2个月前就联系过我，让我务必帮她做一次催眠。合约第1条，帮助乔米忘记出身，忘记父母和妹妹。合约第2条，帮助乔米忘记已婚事实，洗掉顾兰成在人生里的所有轨迹。合约第3条，帮助乔米忘记移植过肾脏的痛苦经历。合约第4条，乔米学会爱自己。签署人乔米。乔米，别闹了，催眠师怎么可能清楚你的记忆？那些都是骗术罢了。跟我回家。他有过严重的抑郁症，如果我不救他，他只有死路一条。他经历过痛苦，不想死后重复自己的孤独，所以才把赌注全部压在了我身上。你如果敢对他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，我一定要让你牢底坐穿。顾先生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没有伤害他1分1毫。我想催眠这么成功，也跟他的强力配合密切相关。言尽于此，我希望你在日后能够好好的善待你的夫人。小米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疏忽了。你说我们是夫妻，你有证据吗？证书是可以伪造的。你想让我怎么证明？如果我们真的是夫妻的话，证明的方法有很多啊，比如孩子、婚戒，或者是我们亲密的合照。小米，这些以后我都会给你的。我就知道你不是我老公，我老公怎么可能对我这样？啊，
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是你老公，你生病了，我不在这里照顾你，你希望我在哪儿？蓝城哥哥的温柔都应该是我的，凭什么乔米又出来与我争抢？你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要病不好好待在医院，偷跑出来干什么？活该你伤口感染，死了就消停了。这位大爷，你谁啊？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你姐姐，我知道蓝城哥哥让你把肾捐给我，你是心不甘情不愿的，但我凭什么把我的肾捐给你啊？捐给你了，我岂不是也活不好？小心，以后不要在小米面前提这个事。姐姐，我知道你一直怨恨我，但我跟蓝城哥哥是真心相爱，我求求你把他还给我，你们能不能离婚，成全我们呀？小心，你在说什么？好啊，既然你喜欢，拿走便是。小米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很清醒，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你确定？这位先生，我要通知你，不久之后我会搬离这里养根，等我病好，立马跟你离婚。等我病好，立马跟你离婚。放开我！小米，收回你刚刚说的话，我不喜欢。我说了，我不记得你了，我凭什么听你的？我再说一遍，我知道催眠只是你的幌子，只要你别再闹了，我可以不追究。小米，你累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公司还有事，我忙完会回来陪你。好，看来顾南城并不相信我已经失忆了，我要加快脚步，进行后面的计划。小米，我妈，少爷，夫人呢？夫人已经去机场了。那这些行李箱是怎么回事？这些都是夫人不要的东西，她还把你送的银行卡给扔掉了。夫人好像把这个家的一切都留下了，看来是铁了心的要离开。少爷，飞机还有半个小时就起飞了。您好，不好意思，这边没有机票不让进的。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小米，小米，只是你忘了。小米，我也没记起。走过，路过，没遇过，回头，转头，还是错。你我不曾感受过，相撞在街口，相撞在街口。蓝城哥哥，我一直在找你，吓坏我了，幸好王妈告诉我。小米她走了。什么？顾先生，我是乔小姐的主治医生，有件事儿，我觉得你有必要知晓。我看了以前的检查报告，发现她曾经有过大出血的经历，我怀疑她服用过米非司酮。米非司酮？你可以帮我拿一下米非司酮吗？好。那是什么药？是用来流产的。小米，看到消息马上回复，我有话要问你。他把我拉黑了。帮我订最近的一班机票，我要去接他回来。是。蓝城哥哥，说不定姐姐就是想出去散散心，并不希望被你找到。而且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明天要陪我复诊的。
小心不要闹。明天的复诊我会安排助理陪你。可是蓝城哥哥，现下要抓紧把住处定下来。姐姐，小生，我们还真是有缘啊，要不要跟我一起走？好啊。发现他曾经有过大出血的经历，我怀疑他服用过米非司酮，是用来流产的。你真的希望我吃下去吗？顾总好。线人回传了消息，顾夫人不久前曾出现在中央大街附近。好，马上过去。啊？什么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顾总，不好了，夫人她出车祸了。哎呦，太惨了！不知道这人还能不能活呀？太吓人了！上交的尸体一时时无法辨认死者信息。太惨！快走，快走啊！是啊，说长你怎么还不来呀？那条手链是我送给他的。这帅哥难道是他的家属吗？哎呦，太惨了！哎呦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呀？看看这怎么回事啊！哎呦，这女的死的也太惨了。姐姐，抱歉啊，我让你等了好久，真是太奇怪了，我手上戴的手链突然不见了。没关系，下次啊，我给你买新的。啊，姐姐坐好啊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见一个你绝对意想不到的人。好。姐姐，我知道他来找你了。你曾经救过我一命，这次帮你假死逃出牢笼，算是偿还你对我的恩情吧。小米，凯瑟琳老师，老师，今天要不是小生，我都没办法再见到您。这么多年，我欠您一句抱歉。哼，我不是你的老师，我也当不起你的那句抱歉。要不是这个臭小子多管闲事，我才不愿意见到你呢。你们走！哎，老师，来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我们进去聊啊。老师您看，这是姐姐特意为我设计的方巾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姐姐心细又手巧，这些年啊也一直没有放下过设计。还不错，看来这些年教他的还没有忘记干净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您当初收我为徒的时候给我的，我一直带在身上，从来没有忘记过您对我的教诲。你是我遇到最有天赋的学生，可是当初你为了那个男人，我已经决定要离婚了。我现在只想为自己而活。凯瑟琳老师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可不可以再收我为徒？我想跟着您继续学习，继续事业。好孩子，我相信以你的能力，在这个圈子里面，你一定会成为新的时尚女王。谢谢老师。恭喜新人设计师念生斩获桂冠，祝贺念生老师乔迁之喜！
给。谢谢你。真要感谢我的话，不如送我一个拥抱。小生，姐姐，下个月就是设计比赛了，继续加油。好，我会去的。姐姐，下个月我就要回国了，你愿意帮我吗？总裁，商业晚宴就要开始了，所有人都在等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哇，好帅啊！他是哪家的公子哥？长这么帅，是请来活跃气氛的大明星吧？洪生，你这孩子怎么才来呢？你让爷爷好等啊！不愧是燕家的小公子啊，气质非凡呐！在国外这1年的日子里，过得不错呀。爷爷，顾叔叔，先失陪一下。顾总，久仰大名。听说贵夫人失踪了，若是顾总需要我帮忙的话，我愿意尽绵薄之力。啊，顾夫人失踪了，难怪这么重要的场合都没看见。难怪听说顾董忽然要培植顾二少爷，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不知道燕少爷是从哪儿听来的不实消息？这网上不都传得沸沸扬扬的了吗？顾总和小姨子走得太近，导致夫人吃醋离家出走。顾总海外追妻，却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啊！燕少爷年少，不知道网络环境虚假难辨，还请不要随意揣测我的家事。至于我和乔欣的关系，也并非网上传的那么离谱。我只是欣赏他的才华，想扶持他做我奢侈品公司的首席设计师。真巧啊，我也打算创办一个奢侈品公司。如此，我和顾少爷要狭路相逢了。比赛现场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比赛加油！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哎，蓝城哥哥，我为这次比赛准备了很多，我希望你能在台下陪我一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。抱歉，我没这个心情。蓝城哥哥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乔米他已经死了，我相信姐姐的在天之灵肯定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活着。小心，不要在我面前提你姐姐的名字。蓝城哥哥，你现在变得好陌生，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对过我。你之前的事儿难道都忘了吗？我的身体要不是因为你，根本就……好了，我会陪你去参加比赛。你的救命之恩，我会尽力弥补。但是，以后不要再拿这件事威胁我。知道了。小米，真的是你！这位先生，我不认识你，请你放开。乔米？不可能，他怎么还活着？蓝城哥哥，乔米他已经死了，他只不过是和乔米长得像罢了。不可能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长得这么像的人？乔米，我去华国找过你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不认识你，
我也不是乔米，我是念生。蓝城哥哥，我也希望姐姐还活着，可她已经去世了。况且，这位小姐的气质和姐姐都完全不一样，肯定是我们认错了。抱歉，我认错人了。你长得太像我去世的妻子了。亡妻？带着一个别的女人出来，看来这位先生对自己的亡妻还真是情根深重。蓝城哥哥，我好难受。没事吧？既然认错人，先走。这女人真像乔米，只是乔米怎么可能有这女人光鲜亮丽？蓝城哥哥，我知道你想姐姐了，可她不是。这世界上真的会有长得这么像的两个人吗？蓝城哥哥，你还忘不掉她吗？不论是生是死，她都是我顾兰城唯一的妻子，我怎么可能忘？乔米、念生，不管你们是不是一个人，都休想勾引顾兰城。看他也像是参加比赛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，一会儿上台别紧张，放心吧，没事。我去看一下衣服。这是100万，你就谎称身体不舒服上不了台。这100万，就算你以后不干了，也能让你这辈子衣食无忧。没了模特，一会儿看你还怎么比赛。欢迎大家来到这场激动人心的比赛现场。今天的比赛分为2轮，预赛和决赛。最终夺冠的选手呢，将会获得10大奢侈品品牌的认可。现在我宣布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接下来有请1号选手乔欣登台。这位乔欣小姐毫无疑问是今晚最大的黑马，冠军一定非她莫属。这么多年过去，乔欣真是没有一点进步，还在反复利用当年偷我那些设计稿。不好了，念小姐，我们走她的模特突然肚子痛，无法登台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还真是疼的时候，这马上就要快开始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接下来有请30号选手念生登台。怎么回事？听说今天有神秘人物出场，这是不是不来了呀？估计是不敢来了吧？你愿乔欣小姐闭上。哇，设计师自己当模特，实在简直完美，穿的衣服更好看了。对，这件衣服好有创意，而且看起来比乔欣的设计更加华丽，更有质感。这么看来，冠军人选谁还不一定呢。该死！看来他真的不是小米。小米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厉害的设计水平？他一直被我养着，分明什么都不会。我宣布，预赛阶段30号念生小姐排名第1， 1号选手乔欣小姐暂时第2。接下来进入决赛。今天蓝城在，我不能输。哼，冠军还是我的。对，我是念生。好，我一定参加。哼。
好，没问题。姐姐，怎么了？气死我了！这肯定是乔西，3番5次的想针对我。这还怎么参赛啊？我现在就把这个祸害给揪出来，公之于众。算了，看来只能用我的备用方案。无论如何，这个比赛的冠军我拿定了。下面有请念生小姐登台。念生，我倒要看看你这次要闹多大的笑话。他怎么穿成这样啊？这不应该是他的水准啊！这设计也太垃圾了吧！设计成这样，不要丢人现眼了，快下去吧！下去，下去吧，下去，快下去，下去，下去吧，下去，快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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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蓝城哥哥，你在担心他？他不是乔米，一个外人而已。下去。哇，太神奇了！这是通过了面料的透光原理，使这件衣服保持了更美的色彩啊！还好我带着之前最钟爱的这件衣做备选，穿在她身上完全体现了东方女人神秘的气质啊！这等设计水准，确实不可能是乔。这样都搞不定你个贱人！本次比赛夺冠的是念生小姐。我就说吧，他是天才设计师，就是输给他不丢人。假的，他在作弊，他在抄袭。假的，他在作弊，他在抄袭。乔欣小姐，您虽然输了比赛，也不能这样诋毁冠军吧？对，说话是要凭证据的。这件作品的设计，我在巴黎服装展的杂志上看见过，是海外知名设计师 Johnson 的创意，根本就不是他的。大家找到杂志上查一查就知道了。大家看到了吧？这位所谓的念生小姐，你竟然抄袭大名鼎鼎海外设计师 Johnson 的作品，公然愚蒙评委和观众，真是道德败坏，不配做设计师，就应该被整个设计界封杀。难怪能夺冠呢，原来是大师的。到底有没有抄袭？我会证明给你看。你拿什么证明啊？抄了就是抄了，赶紧把冠军的位置还给我。要是让 Johnson 知道了，你承担得起吗？我要求评委给大家一个交代。是啊，按道理还是乔欣小姐是冠军呢。对，我们支持乔欣小姐。这位念生小姐，按照规矩，你今天不光要退赛，还要给大家磕头道歉。至于天价赔偿金嘛，就要看 Johnson 怎么对付你了。如果你是小米，告诉我，我保护你。真是奇怪，你们二位对我的事情好像很关心啊。一个说我抄袭，一个说要保护我，还真是哪都有你。小米，我是想帮你。二位不要自我感动了，刚没听到吗？他说了会证明给你们看的。哼，那你倒是证明一个看看呀。念小姐，按照程序，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。不用解释，因为我就是 Joyce。不用解释，因为我就是 Joyce。真是痴人说梦 ，Johnson 是你能比拟的吗？他是何等的存在，你充其量就是个裁缝。不要逞能冒充Johnson，及时收手离开这儿，我帮你善后。善后？你的好意还是留给有需要的人吧。大家看到了吧？不是我咄咄逼人，是他公然撒谎，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就是 Johnson。念生小姐，事到如今了，你不仅要被设计界封杀，这脸也丢尽了。再闹下去，以后怕是不敢出门了吧？
念生小姐，您需要证明这是您的作品，否则按照比赛规则，您将被退赛，由乔小姐接冠。我来证明。是谁啊？竟然是国际著名设计师鼻祖 Josie 的师傅凯瑟琳女士。凯瑟琳女士，见到您太高兴了，就是她公然冒充您的爱徒。哼，我是来证明她没有撒谎的，她就是我的徒弟 Josie 女士，中文名叫念生。难怪这么轻松击败对手，原来她就是 Josie。对啊，我就说她是天才设计师嘛。不可能，她怎么可能是 Josie？ 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你们都是骗子！注意你的言辞，凯瑟琳女士是业内权贵，她怎么可能撒谎？让我们继续恭喜今日当之无愧的冠军念生小姐。这个蝴蝶结的技法，蓝城哥哥，这是我们相遇的那天你给我买的，但是我今天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弄破了，不过没关系，修理一下还能穿。算了，扔掉吧。不行，这是你给我买的。你看，扎得挺好看。这是我为这件衣服独创的，意为新生。这是只有小米才会的技法。这种双节反扣技法只有小米才会，明明只有乔米才会。你到底是谁？不好，一时情急，忘了这个蝴蝶结会被他认出来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这只是设计界很常见的一种手法罢了。比赛结束，我们该走了。我们聊聊。顾先生，你今天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我，到底要干什么？念生小姐，你说这是一种设计界常见的手法，那你能告诉我，为什么你会在今天的设计里用它吗？我……新生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今天使用的手法代表的理念是新生。你看，这是我为这件衣服独创的，意为新生。怎么会？顾兰成为什么会记得？他明明从来不在意这些。我知道，破碎的镜子在，裂痕也在，可是破碎的镜子也会新生成蝴蝶，再开出花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在阐述新生的理念罢了。还是念生小姐以为我在说一些别的？姐姐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我找了你好久，我很担心你啊。啊，顾总，你也在这儿？刚才我看到那位乔小姐很着急的来找你，好像又不舒服了。顾总还有家人等候，快回去吧。侯生，我们走。好。顾总，乔小姐说她自己……你再去查一下当年那起车祸，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姐姐，比赛很成功，今天之后，你将会在华国大放异彩了。谢谢你，侯生。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如果真想感谢我的话，那我们一起合作吧。燕市新开拓了高奢成衣线，你来的话，我们强强联手。燕市如果做高奢品牌，一定会成为顾氏最强劲的对手。顾兰成，抱歉啊，侯生，你知道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进入 Harris 集团。我懂了，毕竟 Harris 确实是在设计垂直领域独树一帜的，是所有华国设计师的梦想。只是那边竞争大了些，不过我相信姐姐你一定可以的。谢谢你。就连洪生也不知道的是，在凯瑟琳之前，我的启蒙恩师孟娜曾是 Heavens 的设计总监，却因陷入丑闻被辞退，在业界名声尽毁自杀。
施老师救赎了当时深陷黑暗的我，而他那样的人绝不会做抄袭这种令人不齿的行为。如果这次我能拿下 Heavens 集团高端服装品牌的设计师合作，或许就能找到当年的真相。顾总，查到了，虽然车祸现场有夫人的手链，但当时情况紧急，并没有做 DNA 鉴定。这次我想了办法，现在已经比对了念生小姐和夫人的 DNA， 结果是一致的，念生小姐就是夫人。小米，果然是你。可是他始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。这些年在国外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衍生竟然真的是乔米，不过那又怎样？可反正谁也不记得蓝城哥哥了。蓝城哥哥那么骄傲的人，肯定过不了多久就会失去耐心的。哼！顾总，夫人她曾经被催眠过，也许她不是不愿意和你相认，可能只是她不知道。这段时间你帮我盯着他，再去查一下他现在住在哪儿，都跟什么人接触。这个女人怎么有些像当年师姐的那个关门弟子？念生小姐，这位是我们哈维斯集团的设计部负责人 Lisa， 这位可是刚刚夺冠的大设计师念生小姐，也是品牌设计合作的竞选者。早就听说当下大名鼎鼎的设计师，百闻不如一见，果然不同凡响。过奖了，还请多多指教。你所需要的资料呢 ，Lisa 会负责提供。好的，周总，我会和 Lisa 一起好好了解贵公司的设计理念，多听听 Lisa 的意见。那太好了，祝我们合作成功。那你们先聊。好。聂小姐，这些是你需要的资料。非常谢谢 Lisa。这些就是往年的获奖作品吗？啊，是的。顾总，我查到了，夫人她现在在哈瑞斯集团。哈瑞斯集团，看来该去拜访一下老朋友了。先生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预约是不能进的，先生。我找人。顾总，瞎了你的眼了，一边去。顾总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哎呀，真是有失远迎啊！人呢？人？顾总找哪个？都在这儿呢。小米，真是遇见鬼了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？顾总，你们认识？她是我夫人。夫人？原来念生小姐是顾夫人。哎呀，真是瞎了我的眼了！顾总，顾夫人，快里边请。别听他胡说，谁是你夫人？让开！这是 DNA 检测报告，你和我夫人的 DNA 一致，证据就在你面前，你要怎么解释？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小米，别闹了，走，跟我回家。你放开！放开！我都跟你说过了，我不认识你，放开！证据就摆在你面前了，再演戏就没意思了。顾总，我现在正在跟 Harris 谈合作，你如果再打扰我，我就报警。谈合作？小米，你不用这么卑微，你可是顾家少夫人。这个顾家少夫人，谁爱当谁当去，我不稀罕。你天天这么死皮赖脸的缠着我，你就不怕被别人笑话啊？怎么堂堂顾家少东家还要上赶着当别人舔狗呢？你不愿意承认没有关系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不过 Harris 的竞争十分激烈，顾夫人的名号能让你更好办事。不好意思，我靠的是实力。顾总以后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抱歉，请让开。哎呀，真是没想到啊！顾太太不仅是绝色佳人，她更是女中豪杰啊！顾总能娶到如此佳人，哎呀，真是让兄弟羡慕啊！
现在的小米太不正常了，看来纪灵还需细灵。这里是1000万，给小米解开催眠。顾先生，这办不到。她是我老婆，你对她的所作所为让她不记得我了。你不急，我会告你的。顾先生，请你冷静一点。我和乔小姐是签过协议的，她说要铁了心的忘了你这个渣男。在她心里我是渣男，难道我对她不好吗？我必须对我的当事人负责。我是她丈夫，你跟她签协议之前是不是应该先问询一下家属？你这么做有失一补。顾先生，乔小姐是成年人，她能决定自己的行为。顾先生，请回吧。你，总科，走吧，顾总。顾夫人，您来了，里边请。我不是顾夫人，请叫我念生。好，好，顾夫人。哦不，念生小姐，是这样的哈，咱们之间那个合作，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哎，您这个方案随便做做就行，别累着。哎呦，顾总，您来了，那正好啊，夫人正在生气呢。小米，你只是短时间内失忆，作为你的丈夫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怎么几天不见，顾总这随便找老婆的毛病还没有改啊？哟，燕少爷也来了，今天啊，真是个好日子啊，能让两位大驾光临呢。你怎么来了？不好意思啊，燕家和海尔斯集团也是战略合作伙伴，我呢是来检查工作的。这念生一来，江城第一、第二两大合作方都来了，我谁也得罪不起啊。顾总、燕总，要不我订个酒店，咱们边吃边聊。正好，我订了。只不过我是单独请念生小姐的，抱歉啊，打扰了。小米，你不要跟他走。我想跟谁走就跟谁走。叶鸿生，你当着我的面带走我夫人，是要跟我顾家为敌吗？为了姐姐，我宁愿与全世界为敌。小小的顾家不在话下。顾总，在夫人还没想起您来之前，还是先别来硬的了，不如先对夫人好一点。不然的话，还没有等夫人想起您来，人就已成别人的了。乔敏，顾先生，我不太喜欢死缠烂打的男人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专程来送你回家。真讽刺，曾经我一次都没有坐过他的副驾。不用了，顾先生，我可以自己回家。乔敏，顾总，您这是？给你送早餐，吃吧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果然，那么多年，连我花生过敏都不记得。不好意思，顾总，我花生过敏吃不了。这个早餐你还是给乔小姐享用吧。夫人，这些都是顾总给您精心准备的礼物。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拿出去！还有，别再打扰我！
我没事，只要女人没事就好。小米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顾兰城的老婆只有你一个，我没有什么小情人，乔欣也永远代替不了你的位置。你为了乔欣，要了我一颗肾，打掉我一个孩子，你不是视我和孩子的命为草芥吗？现在为什么又来救？别开玩笑。我没有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可以帮你和海瑞斯集团达成合作，你想要的都可以给。只要你别再靠近我就好了。顾兰城竟然为了这个乔米穷追不舍，还为他受了伤，算拔到与 Howard 的合作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顾兰城最后帮谁。哇！哎，姐姐，这个设计稿交出去，必然又会惊艳重作。再有2天 ，Harris 就要举行品牌发布大会，公布合作方了。希望可以顺利。一定会的，姐姐。兰城哥哥，工作辛苦了吧？来，喝碗鸡汤吧，这是我特意为你熬的。没看到我在工作吗？拿着自己喝吧。兰城哥哥，人家只是关心你的身体，为什么这么凶我？兰城哥哥，我也想得到与 Howard 的合作机会，你知道的，如果能成为这个高端项目的设计师，我的愿望就实现了。不行，小米正在和 Harris 合作，那是他的心愿。兰城哥哥，我当年为了救你连命都不要了，我为了你做的还不够多吗？你现在连一个小小的愿望都不能满足我了。谢谢你。那边有人来了，我是从家里偷偷溜出来的，我得先走了。可是你的伤……而且我能得到与 Howard 的合作，我都是为了你啊。什么意思？你想，乔米改名为念生，他念的是谁啊？念生，嫣红生。是啊，兰城哥哥，你可别忘了，嫣红生也有一家设计公司，念生为了这个合作，肯定都是为了他呀。所以，兰城哥哥，只有我拿到这个名额，才能帮到你，帮到顾氏。小新，我答应你，但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恩怨两清了。我知道了，兰城哥哥。两清？哪一次我装病，你不都心软？小米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我都会好好补偿你的。周丽，我是顾兰城。大设计师，看来胜券在握呀。当然，毕竟实力摆在这儿。可这次机会很难得，我也准备了很久，势在必得。哼！各位来宾，1年1度的 Harris 品牌合作大会正式开始，选手作品经过专业评选，我宣布本届最佳合作方是乔欣小姐。
本届最佳合作方是乔欣小姐。怎么会是乔欣呢？是呀，念生作品应该更好才是呀。周丽，怎么回事？明明念生的作品更好，你怎么选择了那个女人？燕总，是顾总看好乔欣小姐，我这也……乔明，你到底在幻想些什么？哼！顾总还真是有手段啊！关键时刻，你的白月光永远是第一位。蓝湛哥哥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！小米，你听我解释。顾兰成，你别再虚情假意，你追出来是为了看我笑话的吗？小米，一个合作而已。你是我顾家少夫人，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我有100种方法可以补偿你。滚！顾总真是好样的，一向刚正不阿的你，竟然愿意为了白月光搞暗地操作那一套，哼，真是让我恶心。姐姐，你放心，这次的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我一定帮你拿回属于你的东西。谢谢你，侯少。姐姐，我说过的，我甘心为你效劳。走吧。走。小米，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你回到我身边。到时候，没有乔欣，只有我们。出去。顾总，我有夫人的重要消息。我查到了，夫人为了不与您、不与顾氏为敌，曾经她拒绝了燕氏集团的合作邀请，她从来都没有伤害过您，反而什么？反而是您一次一次的伤害她。另外，夫人这次与哈瑞斯集团合作，醉翁之意不在酒。当年哈瑞斯集团侵权案，那个被诬陷抄袭，事后又自杀的女人，其实是夫人的恩师。难道他是为了查清真相？没错。我误会他了。这件事也是为了完成乔欣的心愿，还他的救命之恩。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断绝和乔欣的关系，以后一心一意的对他。顾总，夫人她现在一定很伤心，您还是赶紧去跟夫人解释解释吧。念生小姐。哦，不对，我亲爱的姐姐，别装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知道你没有失忆，你什么都记得。小米，你从内心深处根本不配合，忘记他只会让你更难受。或者你可以换个方式，重新对待这份感情，用你的真心去治愈它，接受它。别这样嘛，姐姐，你知道的，在你和我之间，蓝湛哥哥永远都会选择我。哼，那我祝你们幸福。现在合作你也抢到了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是，我就是要强，我就是要比你强。明明一母同胞，你从小就比我聪明，我样样都输给你。我早就发誓，你的一切我都要抢过来。我承认，你还是有些手段的，连父母的双眼都被你蒙蔽了。但是乔欣，我警告你，别太过分。过分？什么叫过分？你别以为你给了我一个肾，我就会感激你。不会。你敢打我？摘走我一颗肾，害死我的孩子，抢走我的丈夫，甚至还抢走我的合作，你居然有脸在我面前叫嚣！给我滚出去！
对，我就是要让你一无所有，最后再死一遍，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。当年你救了蓝城哥哥又怎么样？还不是我代替了你？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是你救了他。你说什么？我救了顾兰城？是啊，15年前中山路车祸现场，你救的那个男孩就是顾兰城。当年我偷走了你的玉佩，没想到顾兰城后面又找上门来，说这个玉佩的主人是他的救命恩人。哼，真是可笑。他逼着他真正的恩人给我捐了一个肾，当时你怀孕给他发的消息啊，被我删了，要不然怎么会那么顺利？而我这么多年在他的照顾下，我在江城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你只能被我踩在脚底下。蓝城哥哥，你怎么会？原来当年救了我的人是你，当年救了我的人是你，我居然愚蠢到认错自己的救命恩人，愚蠢到让自己怀孕的妻子给他捐了一颗肾。蓝城哥哥，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，住口！不是这样的。都听到了，你还敢狡辩？蓝城哥哥，我当时也想活着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我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和你在一起。你好歹毒，她是你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害她？我是一时糊涂，姐姐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万幸的是，我们现在都还活着，我以后会报答你的。是啊，你还活着，但是我的肾，我的孩子，全不在了。看在你身上还有乔米的一颗肾的份上，我今天可以饶你一命。从今往后，你跟顾家再无瓜葛。蓝城哥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从今天起，你没了顾家的庇护，我会让你活得猪狗不如。来人，给我带下去！不行，蓝城哥哥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这么对我，蓝城哥哥，蓝城哥哥。小米，你还记得我？真好。你的余生跟我无关，我会去重新找自己的生活。为了让你记得我，我特地找人做了这一个水晶球。
明明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情景，有你有我。小米，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守护你，不会让你受任何伤害的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乔小姐，顾先生要求我们今天都得离开。走？干什么？顾先生说你的购物卡和消费卡全部冻结了。哎呀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今天必须在天黑之前搬离这栋别墅。啊？喂，乔小姐，你本月的800万信用账单需要偿还，否则我会依法起诉。哎呦，你们欺人太甚！你们怎么知道我没钱还？著名设计师乔欣因品行不端正，Harris 与其撤销合作关系。目前乔欣被设计行业封杀。这顾兰成怎么这么绝情啊？说翻脸就翻脸啊！辛儿，断了我的生活费，让我在设计圈名声狼藉。乔米，你太过分了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爸妈，他们怎么什么都要跟我抢啊？妈一定帮你抢过来。这儿还真不错，哎呀，住挺好啊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小米啊，听说你现在发达了，也有名气了，兰城他对你也越来越好了，真替你高兴啊。是啊，自从你走后，爸爸也很想你啊。但是我不想你们，所以没什么事的话，请离开。你妹妹她身体弱，她喜欢顾兰城，你就让给她吧，她现在很惨的。我让的还不够多吗？小时候什么好吃的好穿的我没让给她，就连她的肾脏不好，我也要把自己的肾脏给她。现在你们上门口口声声说找我也是为了她，难道我就不配做你们的女儿吗？唉，她打小就养的娇气，没有顾兰城，她会活不下去的。小米，反正你从小吃了很多苦，没有顾兰城，你还是可以适应环境。可你妹妹她就不行。是啊，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可你妹妹她，你就行行好，把顾兰城让给她吧。我跟顾兰城已经结束了，他们的事情与我无关。小米，做人不能这么自私啊！我也是你们的女儿，难道就乔欣配拥有幸福，我就一辈子要生活在泥沼里？你们怎么忍心这样对我？你们不配做我的父母，请你们离开。爸妈，怎么办？我都没法活了。你得想办法跟顾兰城生米煮成熟饭，他就是想反悔都不行。小米，乔欣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们的配型已经成功了，只要你答应，随时可以进行手术。所以你把我从婚礼现场带到这儿，就只是为了给他捐肾？是。那这1年的时间里，你对我所有的关心和爱护，都是为了骗我吗？兰城，我跟你说了的，我这几天动手。是。顾兰城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兰城哥哥，一个人啊？希儿陪你吧。
要是敢再纠缠，我有10000种方法让你生不如死。蓝城哥哥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去。蓝城哥哥，你如此对我，那休怪我了。我的好姐姐，这个戏没有你这个观众怎么行？蓝城哥哥，放开我！滚！蓝城哥哥，你知道的，心儿一直喜欢你，今天我就是你的了。滚开！蓝城哥哥，我喜欢你，你就要了我吧。好你个顾兰成！不过乔米要是看到了你的照片，肯定不会再原谅你了。爱了顾兰成那么多年，他也是被乔欣骗了，我该不该原谅他？刚才还求我原谅，保证要对我好的男人，转身就去找了小情人，这样的男人也没什么好值得留恋的。小敏，过2天就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了，我想办一场宴会，让你成为全江城最风光的女人。这几天我一直在准备。一直在准备？对，我说过我会补偿你的。顾先生，以后不用再装一个好丈夫了。我不会去的。乔米，这是我们重要的日子。去接夫人了吗？已经安排最豪华的车队去接了，夫人她应该很快就到了。还是这么自以为是的为我安排一切。既然这样，就让大家一起见证我们的结束吧。喂，弟弟，带上律师，跟我走一趟。顾太太今天可真漂亮啊！小米，你来了。各位，感谢各位来参加我和我太太的结婚纪念日。她是我唯一的夫人，在江城我会让她成为最尊贵、最幸福的女人。顾兰成，我们离婚吧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呀，一个是江城顶级首富，一个是江城才女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已经签过字了。小米，顾兰成，该你了。小米，我以前知道错了，所以我用我的实际行动来改变。改变？顾兰成，你从来只会在高位审视我，我们俩的关系从来就不平等，你也从来没有尊重过我。你给我顾太太的头衔，我就得感恩戴德；你办结婚纪念日，我就得欢欢喜喜。小米，我是真的想弥补。顾兰成，你醒醒吧！我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任你摆布的乔敏。顾先生，没什么争议的话，就请签字吧。顾先生，请你理智的看待这个问题，尽快签署离婚协议，以便双方开始新的生活。叶鸿生，
我警告你，不要干涉我的生活。你撺掇我太太跟我离婚，想必是居心不纯吧？就算是居心不纯，也比你强。你伤害了她还不够吗？今天这婚，你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小米，小米，小米，顾兰成，你个混蛋！小米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小米为什么会突然晕倒？还不是因为你。小米自从少了颗肾后，造血功能差，供血不足导致贫血，情绪激动就会引发昏厥。对不起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情况非常不好，现在急需输血。病人是比熊猫血更稀有的黄金血型，医院的血库根本没有，我也无能为力。立刻动用燕市一切资源，寻找黄金血源。看来只能找小希了。必须重新回到顾兰成身边，重新过上有钱人的日子。小希，跟我去医院，小米急需输血。机会好像来了，哼哼。小米急需输血，你帮帮他。兰成哥哥，我身体也不好呀，我帮了他，我要是没救了怎么办？没有小米，你这条命早就没了，你只是献点血而已。想让我献血也可以呀，只不过兰成哥哥想怎么回报我呀？回报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你重新回到我身边，你和乔米分手，娶我。不可能。找到了吗？再不输血，小米就没命了。哼，没关系，我不急。兰成哥哥，你有时间就考虑。要是我得不到你，郁郁寡欢，我想不开我就自杀，那姐姐也就没救了。小米，我一定要让你好好活着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快跟我走。我就知道兰成哥哥会答应的。姐姐，没想到你病的真是时候，输点血能换个富贵人生也值了。医生，我太太她怎么样了？别担心，过一会儿就会醒的。现在着急有什么用啊？病人贫血比较严重，即使康复也得治疗半年。半年？半年？嗯。哼。哎呀，兰成哥哥，我刚刚输了血，头有点晕啊。你等会儿送我回家好不好，兰成哥哥？兰成哥哥，医生刚刚说了，姐姐好起码要半年，如果再需要血，我得把身体养好才是啊。的确需要的，不然小米再有危险怎么办？小米就拜托你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好点了吗？你快吓死我了！
夫人，您终于好了。这个是顾总让我给您拿来的。是啊，我们终于结束了。哎，听说了吗？顾氏总裁顾兰成要跟乔欣小姐订婚了。是呀，真是郎才女貌呀！那个乔小姐真幸福呀！现在啊，满大街都是他们订婚的海报呢。姐姐，还好吧？顾兰成，你装的真像，最后你还不是选择了乔欣。乔敏，对不起，日后你定会知道我是爱你的。兰城哥哥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一直在找你呢。兰城哥哥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娶我的，果然没有让我失望。别太过分了。兰城哥哥，我心疼了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已经订婚了，我才是你未婚妻。你记住了，我们没有感情，我跟你结婚也只是交易，你只配做乔米的血库。兰城哥哥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要能过上富贵的生活，有花不完的钱，我管你呢。顾总，乔欣小姐已经按照她的要求重新安顿好了。派人跟着她，她现在很重要，保护好她就是保护乔敏。是。哇，乔欣，这个婚纱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可不是嘛！整个江城就只有顾太太才配得上这么昂贵的婚纱。顾先生对乔小姐真的太宠爱了，逛个商场都有这么多保镖护驾。唉，没办法，兰城就是对我10000个不放心。能嫁给这么好的老公，真是太幸福了。这是本店的限量 VIP 款，非常适合乔小姐。那就这件了吧。好的，乔小姐。姐姐，女人不开心的时候就应该买买买。今天我请客。谁说我不开心了？那就更要买买买了。这不是姐姐吗？刚离了婚成了弃妇，就有心情出来逛街了。原来她就是那个被顾总抛弃的前妻啊！看看兰城哥哥特意为我定做的婚纱，他娶你的时候可远比不上现在娶我这么用心。再美的婚纱也成就不了美满的婚姻。再说，像你这么内心丑陋的人，穿什么都是徒有其表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他当初娶你的时候，也只是为了让你给我捐肾，说到底还是为了我嘛。我不要的东西，你上赶着当宝贝供着，可千万藏好了，别放出来恶心人。你这是在自取其辱。你们都死了吗？看不到有人捣乱呀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乔小姐，夫人她……什么夫人？我才是你们夫人！把他给我赶出去！我看谁敢！兰城哥哥，你没资格让他走，这家店是他的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能是乔米的呢？不光这家店是他的，这整个商场都是他的啊！哇，我跟他离婚的时候，就已经把这个商场登记在他名下了。当时他送来离婚协议的时候，我没仔细看，难道他把这么大的商场真给我了？兰城哥哥，这可都是顾氏的基业，怎么能都给他呢？以后安分一点，不要再找他的麻烦了。姐姐，这顾兰成还算有点良心啊，你是不是还忘不掉他？这些都不重要了，他快结婚了。姐姐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燕氏集团承接了今年全球设计大赛。承接如此规模的大赛，不仅有助于提升公司，还可以查清当年的真相。是的，Harris 老板今天联系了我，表示要共同承办赛事，我同意了，让他把 Lisa 调过来，
和我们一起对接工作。太好了！当年我恩师在 Harvest 是设计总监，一次竞标会上，对方公司用我恩师的设计稿竞标成功，却说我恩师抄袭，一定是有人偷走了他的设计稿。而在当时，最有机会能接近我恩师的，就只有 Lisa。那他一定是被重金收买了。对于贪心不俗的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引鱼上钩。那这次的设计大赛就由他负责，让他自露马脚。帮我一个忙，让我夺冠，这里是1000万。我来安排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次精彩纷呈的设计大赛现场。经过网络投票的激烈角逐，现在已经来到了评审环节。下面请看大屏幕，这是白洁选手的作品，从初赛开始就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和卓越的设计理念。这个作品巧妙地将时尚元素与传统文化相结合，一路过关斩将，荣获本次设计大赛的冠军。这宛如大师级的设计，真是天才设计师啊！对，别具一格，创意十足，当之无愧啊！本次设计大赛的第2名选手杜林，他的作品也很不错，希望下次再接再厉。我不服，大家不要被骗了，白洁的设计理念是抄袭我的，我才应该是冠军。什么情况啊？这是啊？不会吧？怎么会抄袭呢？你说抄袭，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请本次大赛负责人 Lisa 为大家解释。这是我拿到本次比赛第1名的设计底稿，你按照这个仿做一个设计，以假乱真。我是筹备组负责人，通过对比，白洁的确是抄袭了杜林的作品。哎呀，这样的比赛竟然出现这么脏的事儿啊！真的是抄袭的，你快看啊！天哪，你看，谁说我的设计是抄袭的？哇，这不是上届冠军吗？对，是大名鼎鼎的聂生设计师。各位，这个作品是我投稿的，白洁是我本次比赛的化名。难怪呢，这是出自大师之手。作品是不是抄袭，一验便知。请技术人员把我作品的领口处放大200倍。哎，你看上面好像有字儿啊！这个领口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！本次比赛真实有效，获得本次比赛的是上一届冠军聂生小姐。太厉害了，年年都是冠军。人家是设计大师，国际上还得过奖，这算什么 ？Lisa， 你当年就是用这种手段诬陷我的恩师孟娜，害他蒙冤自杀。你别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做的？证据我有。要证据，给你看。哎，这不是 Lisa 吗？哎呦，我天哪！真的是 Lisa 呀！哎呦，还有这种真是他抄袭。哎，你看看，哎呀，这个人真的是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儿啊 ！Lisa， 你把我的设计底稿盗窃给了杜林，你知不知道我的设计底稿上也有版权？请技术人员把我的设计底稿也放大200倍。你们一直就没有相信过我？你自作聪明，我们早就怀疑你了。想不到你是这种人，在我公司瞒天过海这么多年。周总，我错了，帮我给严总求求情，放过我吧！闭嘴！你已经被开除了，即日起，你被设计行业永久封杀。我真的错了，饶过我吧！还有你，作弊贿赂，取消今后所有比赛资格。不过也要感谢你了，要是没有你的话 ，Lisa 也不会那么快暴露。今天多亏有你，否则还真没办法查清事情的真相。跟我还客气啊？
能帮姐姐，我求之不得。这一路走来，艰辛无比，还好很多事情都很圆满，老师也泉下有知了。全国血缘查的怎么样了？还在全国筛查，尽快。查到之后有重赏。是。乔欣，我顾兰城怎会被你威胁？兰城哥哥，我想让你陪陪我，哪怕是吃一顿饭也好。没看到我在忙吗？你可以去购物，无聊就去找你那些小姐妹，但是不要打着我的旗号在外招摇。哼，乔米，有你在，顾兰城根本就不会正眼看我。乔米害你那么惨，你就不想报复？不如你去除了他。这可是犯法的。哼，事成之后我给你1000万，让你远走高飞。好，我干。这 Lisa 怎么会在这里？怎么会在小米车前想搞破坏？我这样都是你害的，小米，你去死吧！去追。是。顾兰城，这辆车不能开。为什么？Lisa， 我已经报警了。谢谢你。你一直等在这儿吗？还好，也就几个小时而已。左右摇摆的负心汉，马上就是你婚礼了，你赶紧去准备吧。我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不想坐牢。乔欣，是他让我来杀乔米的。乔欣，送去警局。是，带走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马上就要成为顾太太了，真是好福气。你看你的命多好，能嫁给顾先生这样权势滔天的人，真让人羡慕啊。这也是缘分啊。小米，想必你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了。哎，你看，来了。哇，顾总来了。快看，兰城哥哥，你终于来了。乔米，Lisa，你这个废物！算了，先完成婚礼再说。你真的以为你能这么顺利的嫁给我？当然了，兰城哥哥，你答应过会娶我的。哇！这真的假的呀？哎呀，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？啊，这什么情况？不知道。杀人犯！乔欣，是他让我来杀乔米的。乔欣，你为什么3番5次的害我？不是的，兰城哥哥，他在胡说八道。今天可是我们大喜的日子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为什么会娶你？你难道心里不清楚？对呀，兰城哥哥，我对你还是有用的。我的血可以救姐姐。我已经找到了黄金血缘，你没有用了，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这什么情况啊？这新娘子怎么成杀人犯了？对啊，这种人真是太惊奇了。星儿，你赶紧跑，警察都来了。赶紧走，这些钱你拿着，赶紧走，不然在这等死啊！人呢？刚刚不还在这？去哪儿呢？不会跑了吧？人应该已经跑了。太惊险了，那个乔欣还没被抓到啊！
姐姐，我有个话想和你说。顾兰成娶乔欣也是被他要挟的，如果不和他结婚的话，他就不给你输血。我已经知道了。姐姐，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我也累了。我想去巴黎进修学习。那你走了，顾兰成他……我也该跟他道别了。好多事情也是因我而起。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闭嘴！老实待着。有人吗？救救我！有人吗？乔欣，怎么是你？怎么不会是我？是你毁了我的一切，我所有的不幸都是因为你。乔欣，你冷静点。你一直都比我幸运，人人都喜欢你，我却一无所有。就连顾兰成跟你离婚之后还要维护你，凭什么呀？我一开始是把你当姐妹，哼，是你一直跟我抢。姐妹？利益面前这算什么呀？乔欣，你收手吧，现在还来得及。来不及了，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我今天就要杀了你，我要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怎么，你也害怕了？你这是犯罪，你这是违法的。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当然是等顾兰成来救他，跟你一起死。你不是跟顾兰成也有仇吗？一起报了。无声，你们快放开他！你说放就放啊？你很在乎他吗？你来的正好，我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有多在乎他。有什么你冲我来，别伤害他。冲你来？你爱他，那我就让你痛苦。凭什么他能得到你的爱？我到底哪一点不如他？你疯了！杀人是要偿命的，你不要乱来。偿命？我不在乎，我就是要让你们痛苦，我就是要让你们永远都记住今天。你放开他！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什么都答应我？晚了！我就是要让你们痛苦。不！来呀，都来呀，大家都别好过。侯生，侯生，侯生！顾兰成！你会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的。你以为你们能逃过一劫吗？你们都得死！顾兰成，你别过来，你别管我了，你快走吧！我不会放弃你的，老子今天一起死！死到临头了还那么恩爱，顾兰成，你把我当口技吗？乔欣，我告诉你，我心里只有乔明。今天就算死在这儿，我也不会屈服你的，你这个疯子！爱得这么死去活来的，好啊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今天都得死！不要！不要，别打了！乔明，对不起，好好活着，下辈子我再好好偿还你。不要！顾兰成！乔欣他死了，不过也是罪有应得，走错的路太多了，
也许这就是他的结局吧。那他呢？他伤势太重，虽然医生已经尽了全力，但还是……你醒了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以前不懂得去爱，这是大错特错。是我害你失去一颗肾，还失去了我们的孩子。我还以自我为中心，忽略了你的感受。对不起。你会没事的。小米，如果这次我能挺过去，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重新爱你，好好弥补你吗？我不知道，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会有所改变的？我会用行动去证明，你给我一点时间，好吗？那我给你3年观察期，如果你真的有改变，我就再嫁给你。但是你现在要让自己先好起来。